2017年，一场持续2年的资本会战终于落幕。王石出局，宝能溃败，国资接盘。一个门口的野蛮人，一个门内的守城者，用的却是同一套玩法。这不是一场普通的并购，而是一场制度的清算。没有人真正赢，但一个时代结束了。2015年6月，中国股市像一场失控的雪崩，上证指数从5178点一路狂泻，千股跌停成了家常便饭。交易软件上一片刺眼的绿色，整个资本市场像突然被按住脑袋往水里摁。这场被称为股灾的风暴来得又急又狠，短短1个月 ，A 股就蒸发了20万亿市值，相当于一个日本的 GDP 凭空消失。而在这场全民恐慌中，有一家公司格外引人注目。万科作为中国房地产的龙头企业，向来是3好学生，财务干净，分红稳定，治理透明。它的股票曾是无数基金和散户心中的压舱石。可即便如此，在股灾面前，它也未能幸免。股价从24元一路滑落，最低时跌破13元，几乎腰斩。按理说，这种时候，公司的掌舵人应该站出来稳军心、定方向。可王石却不见了，没人知道他在哪。直到几天后，他的微博更新了一张照片，阿尔卑斯山的雪峰下，他穿着冲锋衣，笑容从容。万科这些年顺风顺水，王石早已离开业务一线，做了甩手掌柜。这些年，他已经习惯站在地球之巅俯瞰公司，清华讲课、哈佛访学、公益论坛、铁人3项，微博上晒的也都是雪山、跑道、健身照。管理层的态度也和王石保持一致：我们是专业的房地产公司，不是股票公司，股价涨跌不重要。甚至总裁郁亮对媒体轻描淡写地说，市场短期波动不必恐慌，万科现金流安全，经营一切正常。就在股灾最难看的7月8日，为救市，保监会紧急发文，放开保险资金投资蓝筹股的比例限制。这意味着手握万亿资金的保险公司可以大举杀入股市。消息一出，市场短暂回暖，但很少有人意识到，这道闸门打开，放进来的不只是活水，还有洪水。7月9日，周四开盘，万科的盘口突然窜出一条笔直买单，像有人把整箱钞票倒进海里。当日，万科股票从下跌4.8%被拉到上涨9.1%，最终以8.1%的涨幅收盘。龙虎榜上跳出一个陌生的名字——前海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天，同样的买单再次出现，开盘14.50元，收盘15.46元，2日累计成交144亿。当天下午，前海人寿持股比例超过5%，公告举牌。第二天，一篇名为《野蛮人敲门》，一位潮汕大佬花79亿狂扫万科股票的文章在网上默默流传开来。而王石没太当回事，他继续着他的海外行程。3天后，他才在朋友圈转发了这条旧文，并附言道：“深圳企业相互知根知底。”在他看来，万科是行业标杆，是华润集团的亲儿子，谁敢动？可他不知道，就在他登山的那几天，他的对手已经调集了上百亿资金，正盯着万科的 K 线图，准备第2轮进攻。果然，不到半个月，前海人寿背后的宝能系再次出手，增持至10%，完成2次举牌。野蛮人真的来了。而恰恰在这个历史节点，王石本人却离万科最远。他曾说过一句话：“我喜欢做能掌控的事。”可这一次，万科的命运正向他最难以掌控的方向滑去。一场中国资本史上最大规模的恶战正在悄悄逼近。王石这才意识到，他缺席的不是股灾，而是一场蓄谋已久的围猎。在王石的朋友圈里，世界是雪山和讲台；而在他的对手姚振华的眼里，世界是菜市场和 K 线图。1970年，姚振华出生在广东汕头一个普通家庭，父母都是传统的潮汕小商人，家境宽裕，但并无特殊背景。1992年，他从华南理工大学毕业，拿到了食品工程与工业管理双学位。当年正值邓公南巡，姚振华乘着改革春风南下深圳，搞了个新宝康蔬菜实业有限公司，做蔬菜和早餐配送的生意。
他亲自开车送货，逐渐积攒起第一桶金。1996年前后，深圳推出菜篮子工程，姚振华凭借过硬的质量一举入围。他靠潮汕老乡的关系，以菜篮子工程用地的名义，仅用170万元价格，就在福田、南山拿到了2块土地。手里有了地，但没有钱，怎么玩呢？姚振华找到了一家银行，谈合作建楼，在福田区的土地上建2栋干部住宅，银行出资7500万，钱先付一半，交付后再结尾款。就这么着，姚振华拿着银行的钱补缴了3400余万地价款，疏通关系，将菜篮子工程用地变更为住宅用地。手续齐备，资金到位，项目就动了起来。随后他又把项目工程抵押给银行，再贷出钱来。这个名叫中港城的项目销售额超过7亿，而他实际上只掏了170万。随后他复制中港城套路，在宝安、南山继续低价拿地。2000年，30岁的姚振华成立宝能投资集团，注册资本3亿元，自己绝对控股。总部就设在中港城群楼6楼，门口挂着2块牌子，一块是新宝康实业，另一块是宝能地产。从此，卖菜哥正式变身开发商，并一路做大。尽管如此，2014年，宝能系主要公司的资产规模也仅有万科的17%，净利润更是只有万科的1%不到。这蛇吞象的游戏怎么玩呢？这难不倒姚振华，他有3个法宝。第一是万能险，简单说就是披着保险外衣的借贷。旗下前海人寿保险公司给出承诺，年化5%至7%的高收益，吸引投资。而公司拿到这笔钱后，可以拿去投资股票、债券、房地产，只要收益超过承诺，剩下的全是自己的。第二是有限合伙融资，咱也可以理解成一种包装成股权的借款。姚振华通过这种形式，向浙商银行以超过8%的利息，名股实债的借款融资132.9亿投入壳公司聚盛华。第三是资管计划，就是把投资者的资产集合到一起，进行管理和投资。姚振华通过旗下的平台公司聚盛华，把他用上述方式融来的资金设立了9个资管计划，自己兜底，吸引大家跟投，再度融资，再次放大。咱是一个历史频道，不是财经账号，这些专业的融资方式咱就不展开说了。总之，这些模式之间相互嵌套，杠杆加了一重又一重。在当时，这未必违法，但却使系统风险最大化。实际宝能的本金不足100亿，却通过重重放大，融来了近500亿元巨款，而这些钱都是他围猎万科的弹药。要知道，万科可是中国房地产业的龙头，它经营状况极好，一年卖2600亿房子，净利润180亿，分红稳定，账上还趴着几百亿现金，6000万平米的存货。当年万科主体评级为3A 级，融资成本才3%出头。这简直是一头肥美的大象，而这头大象股价极低，股权极度分散，最大的股东华润持股不到15%，这意味着只要花上219亿，就能买下万科15%的股权，成为万科大股东。姚振华算过一笔账，如果控制万科董事会，不仅可以实实在在的赚钱，还能以万科的信用给宝能增信，大大降低融资成本，进而还能获取万科的商业资源。可以说，一夜之间就跻身中国商业的顶层。宝能2次举牌后，王石终于坐不住了，他主动约姚振华见面。7月28日，二人在万通董事长冯仑的办公室见面，从晚上10点一直谈到凌晨2点。姚振华谈到了自己的草根发家史，也表达了对王石的认可和仰慕，并表示：“我成为大股东之后，您仍是万科的旗帜。”然而，姚的马屁没能打动王石。他直截了当地表示，在这个时间点，宝能增持万科是万科的荣幸，但你想成为第1大股东，我不欢迎。从那一刻起，这场战争再无回头路。一边是哈佛讲台上大谈企业家精神的精英偶像，一边是深圳菜市场里杀出来的草根枭雄。他们代表的是2种截然不同的商业逻辑，一个是相信制度与文化的理想主义，一个是信奉杠杆与速度的现实主义。微妙的是，舆论场正悄然倒向后者。有人在网上发牢骚，王石娶明星拿上1000万年薪，却说股价不重要，那我们小股东算什么？相比之下，
姚振华虽手段激进，但至少按规则出牌，用真金白银买股票，不靠关系，不靠嘴炮。这种朴素的市场公平感，竟让野蛮人赢得了不少同情，而资本市场更是从来只认后者。蛇已经缠上了大象，它不在乎体型悬殊，只在乎对方有没有致命的软肋，而万科显然有。王石万万没想到，真正让他陷入绝境的，不是那个从菜市场杀出来的姚振华，而是沉默了15年的大股东华润。自2000年入主万科以来，华润一直扮演着沉默的守护者角色。他从不干预经营，不派高管，也不争话语权，只在年报里安静地收着分红。王石曾多次公开致谢，没有华润的信任，就没有万科的职业经理人制度。在他心里，华润就是那堵最坚实的防火墙。可这堵墙正在悄悄裂开。7月28日，王石与姚振华不欢而散。他意识到，宝能不是来投资的，是来夺权的。第二天，他立刻飞往北京，求见华润集团董事长傅玉宁。两人在华润总部一间小会议室见面。王石开门见山，请求华润增持股份，稳住第一大股东地位。傅玉宁却回复，集团目前正在整合旗下业务板块，地产不是方向，资金另有安排，我们也不反对新的战略投资者。这句话像冰水浇头。王石不知道的是，傅玉宁的谨慎有更深的原因。2014年，前任华润董事长宋林因贪腐落马，华润成为中央巡视重点。傅玉宁从招商局空降接任，上任才不到1年半，正全力整顿内部审计与合规流程。在他眼里，宋林时代那种称兄道弟的关系正是风险源头。王石与宋林互认对方公司非执行董事，沟通靠私交，这种模式恰恰是傅玉宁要彻底撇清的。一句另有安排，让王石的心凉透了。华润靠不住，只能另谋出路。回到深圳，他紧急召开董事会，提出一个大胆方案，向特定对象定向增发20%的 H 股。华润不是不反对其他投资者吗？那我们引入其他援兵，一举将宝能股权稀释至10%以下。这招若成，宝能将彻底失去话语权。但几天后，华润正式否决了该方案，理由很直接，增发同样会稀释华润的持股比例。在傅玉宁看来，出钱增持与野蛮人正面搏杀有市场风险，做事股权被稀释又可能背上国有资产流失的罪名，不如按兵不动，让对方先出牌。就在此时，股灾第二波汹涌袭来。8月18日至26日，沪指7天暴跌29%，万科股价从18元砸到12.7元，市场哀鸿遍野。而姚振华却像闻到血腥味的鲨鱼，迅速启动资管计划，大举扫货，持股一路冲到15.04%，超越华润，成为第一大股东。然而这个位置只做了几个小时，第二天华润就出手了，小幅增持0.4%，以15.23%的微弱优势重新夺回了第一。9月4日，王石朋友圈转发了一篇文章，万科等来红武士，华润增持回归第一大股东。此后的3个月，各方暂时休战，未再出手。然而12月4日，战火再度燃起，宝能系大举吃货，持股突破20%。这次华润没有动作，宝能稳稳坐上了第一大股东的宝座。就在所有人以为宝能胜局已定时，另一个巨头悄然入场。12月7日，安邦保险宣布举牌万科，持股超5%。安邦如今虽然已重组退市，但在2015年，它是资本市场最神秘的力量之一。掌门人吴晓辉背景深不可测，他手握万亿险资，此前已接连举牌招行、民生银行。他在这个敏感节点突袭入场，究竟是来救场的白衣骑士，还是另一条伺机而动的巨蟒，没人说得清。局势错综复杂，媒体吵得沸沸扬扬，监管机构也被迫发声。2月17日，证监会新闻发言人张晓军表示，市场主体之间收购与被收购的行为属于市场化行为，只要符合法律法规要求，监管部门不会干涉。当天晚间，王石发表内部讲话，仍带着一贯的居高临下。宝能发家野蛮，资金来源不明，牌照获取过程存疑。宝能迅速回击，我们资金合法，
经营合规，相信市场自有判断。次日中午，宝能持股已达24.26%，安邦增持至7.01%。若二者结盟，宣布为一致行动人，总持股将突破30%，足以触发邀约收购、改组董事会、罢免管理层。千钧一发之际，王石下出关键一子，以筹划重大资产重组为由，向深交所申请万科 A 股紧急停牌。这一刻，股权格局定格为宝能24.26%，华润15.29%，安邦7.01%。三股力量如三条绷紧的钢索，缠绕在万科这根摇摇欲坠的桅杆上。王石站在风暴中心，试图用停牌争取时间，重建防线。但他没想到，这一停将彻底激活各方的野心，也让这场本已复杂的博弈滑入真正的深水区。风暴才刚刚开始。停牌之后，王石稍稍喘了口气，但他的心却比之前更沉。当前的股权结构看似三足鼎立，实则只要宝能和安邦联手，立马就 game over。12月22日，王石发了一条微博：透明的万科依旧是万科，但联手的一致行动人又会是什么模样？这让媒体纷纷猜测安邦和宝能已经结盟，王石即将到点下班。王石知道，当务之急就是搞定安邦。这几天，他的团队已经通过多重渠道接触安邦高层。尽管没有公开会面和新闻稿，但核心信息很明确：万科需要长期价值投资者，而不是控制权掠夺者。您若支持现有治理结构，未来在项目合作、资产配置上，万科愿优先考虑安邦。安邦没有立刻回应，但微妙的变化很快出现。12月23日晚间12点，万科官网发表声明，欢迎安邦保险集团成为万科重要股东。随后，安邦保险也在官网上表态，积极支持万科发展，并希望万科的管理层和经营风格保持稳定。反转来得太快，市场瞬间解读为安邦已经倒向王石。这一手堪称救命稻草，为王石赢得了宝贵的喘息时间。但王石清楚，稳住安邦只是止血，安邦可以不帮宝能，但也不会为万科冲锋陷阵。真正要救命，还得靠大股东点头。2015年12月27日，他和郁亮赴香港，专程拜会华润集团董事长傅玉宁，汇报当前局势的解决思路。王石提出3种路径：华润增资、战略重组，或是干脆把万科与华润旗下的华润置地进行合并。傅玉宁听得很认真，但回答却模棱两可。他说，无论是定向增发还是资产重组，华润都有难处，目前华润置地与万科重组也不合适。停顿片刻，他又补了一句，不过如果万科能引入其他国企，确保公司控制权留在国资体系内，重组方案若合适，华润可以投赞成票。王石大喜，在他听来，这等于默许了本地突围的路径。毕竟万科由深圳国企改制而来，与深圳国资体系有千丝万缕的联系。15年前，深圳特区发展公司将控股权转让给华润，今天万科若重新引入深圳国资，则依然是红色企业。回到深圳后，他立刻行动。1月16日，万科宣布因重组极为复杂，股票继续停牌3个月，将在3月18日之前披露重组预案。6天后，万科公告已与一名潜在对手达成合作意向。这个未公开的潜在对手，显然就是深圳地铁。有了大老板背书，王石感觉自己又行了，讲话声音也大了起来。1月30日，王石在新疆天山峰会上发言说，万科一直是国有股为第一大股东，过去是这样的，现在是这样，将来也会是这样。民营企业，不管我喜欢不喜欢你，你要想成为万科的第一大股东，我就告诉你，我不欢迎你。此言一出，舆论哗然，你王石自己不也是民营企业家吗？怎么对民营企业有那么大成见呢？况且你一个职业经理人，凭什么替股东决定欢迎谁不欢迎谁？那份居高临下的优越感，被网友嘲笑为倒反天罡，让许多原本支持他的人瞬间对他粉转黑。有人直接质疑王石这不是保卫万科，而是保卫自己的权利和生活方式。65岁的王石毕竟还是太年轻，他没有料到事情正朝着他想象不到的方向发展。
王石的问题不在于他保卫谁，而在于他所建立的制度已经不再允许任何人无私。在宝能的资管计划被反复拎出来审视之前，市场长期忽略了一个更微妙的问题：万科的管理层真的几乎没有股份吗？事实并非如此。万科的管理层持股起步并不早，直到2014年，万科才推出名为金鹏计划的安排。这并不是外界理解中的股权激励，而是一套高度金融化、精心设计的结构。万科高管并不直接持有股票，而是将多年累积的奖金集中起来，交由万科工会控制的一家有限合伙机构运作，通过资管计划进入二级市场，买入万科股票。表面上看，这是员工自愿跟投，实际上却是一种绕开监管的间接控制。真正的质变发生在宝能入场之后。2015年，当姚振华用一层层资管计划不断加杠杆，迅速推高持股比例时，万科管理层第一次意识到，不持股的职业经理人在资本面前几乎毫无招架之力。于是，德盈系列资管计划迅速登场，管理层动用早期留存利润、员工分红等资金作为劣后级，再通过通道融资加上约2倍杠杆，快速在股市上扫货，构筑起一堵内部防线。这些计划名义上仍是市场化跟投，实质上却形成了一支由管理层主导，却游离于常规股权披露体系之外的影子股东。通过他们，管理层只需投入相对有限的资金，就能实际控制远超表面比例的股份。从结构上看，万科的资管计划与宝能并无本质区别，同样是有限合伙控制，同样借助资管通道，同样使用杠杆，同样踩在当时监管尚未覆盖的灰色地带。唯一的不同在于，宝能站在公司门外，而金鹏、德盈站在公司里面。按照当时的政策，上市公司高管持股、买卖股票都有一套完善的监管规则，但由高管集资通过第三方资管计划间接持股，却尚未被系统性监管。这意味着，管理层手握公司大权，却在背地里偷偷加杠杆炒股，还无需承担对等的信息披露与风险责任。一种隐秘的内部人控制就此成型。问题还不止于此。这些资管计划表面看是员工个人借钱投资，但在实际运作中却广泛借用了万科的隐形信用与影响力作为背书。这给上市公司制造了一种财报上看不见却真实存在的隐形负债，而这还只是万科水下帝国最浅的一层。此后，在祝久胜的操盘下，王石及管理层在万科上市公司体系外搭建起一个被外界称为万丰系的影子版图。它并不直接写在万科年报里，却通过项目跟投、入股供应商、关联投资等方式，形成了一个寄生在上市公司身上的利益实体。利润留给自己，风险抛给股东，原本清晰的公司治理边界开始模糊。这究竟是对抗恶意收购的防御手段，还是另一种形式的杠杆夺权？讽刺的是，王石公开指责宝能资金来路不清、杠杆野蛮收购时，市场并未完全意识到万科内部其实已经采用了极为相似的工具，一个是门外的野蛮人，一个是门内的守门人，使用的却是同一套玩法。而中小股东还被蒙在鼓里，为管理层跟投、利益绑定欢呼点赞。他们尚未意识到，他们面对的不只是敲门的野蛮人，还有一个更隐蔽、更难防的内部野蛮人。2016年2月3日，万科团队在赴香港向华润正式汇报与深圳地铁的重组意向。会上，他们明确表示，为确保国资控股拟向深铁发行足够多的新股，使其持股比例超过宝能。华润方面没有当场反对，王石以为这事十拿9稳了，迅速推进谈判。然而随后的沟通却陷入诡异沉默。2月24日，王石短信请求面见傅玉宁，无回复。3月11日，秘书再发信息请求次日赴京汇报，依然石沉大海。离3月18日披露的最后期限仅剩7天，王石心急如焚。他原定14日举办盛大的发布会，公开与深铁签约，如今却进退维谷。在宋林时代，一个电话就能敲定的事，如今竟连一句回音都没有。傅玉宁的沉默令他愤怒又困惑。3月12日上午，在没得到华润任何回应的情况下，
万科与深圳地铁签署战略合作备忘录，但考虑到华润的态度，王石临时取消了原定的发布会。当天下午，郁亮再次短信傅玉宁，详述了签约的意义与后续的安排，恳请支持，但还是没有回音。华润为何沉默？表面看是冷漠，实则是一套王石早已陌生的规则在运转。宋林时代，央企与所投企业靠兄弟情谊办事，一个电话就能定事儿，而傅玉宁治下的华润，每一笔重大投资必须走完4道铁门：投委会、党组会、董事会、国资委报备，任何环节卡住，项目就会停摆。万科的重组远超净资产5%红线，按流程至少需20个工作日，可王石给的时间只有几天。更要命的是，万科始终未走正式程序，发短信、打私人电话，连一份书面请示都没递到董办。王石想的是，我直接给你汇报，你是董事长，直接拍板，效率最高。而在傅玉宁眼中，自己是最高领导，不能随便表态。王石，你这不是沟通，而是倒逼；不是尊重，而是越界。再加上3月正值全国两会，傅玉宁日程爆满，根本无暇处理这种程序不全、风险不明的急事。沉默成了最安全的回答。3月14日，万科正式公告，拟以增发新股方式收购深铁2宗土地，对价400至600亿元，深铁将成为第一大股东。舆论一边倒的欢呼，白衣骑士进场，王石赢了。这动静惊动了华润，他立即质询万科，这么重大的事项，我这个大股东为何不知道？万科回复，备忘录并无法律约束力。但几天后，华润法律部向监管机构及董事会发出正式信函，直指万科未履行告知义务，程序存在重大瑕疵。至此，华润与万科的矛盾彻底公开化。原定3月18日的重组方案胎死腹中。3月17日，万科召开临时股东大会，申请继续停牌3个月。会上，华润代表公开质疑，引入深铁是万科单方面决定。但令人意外的是，华润、宝能双投票支持停牌。万科和华润需要时间整合方案，寻找盟友，很好理解。但宝能为何也支持停牌呢？他的算盘很精。当前市场对重组期待很高，若此刻宣布重组失败，股价必然暴跌，其高杠杆资金可能爆仓，停牌休战可以补充资金，静观其变。日后若重组成功，宝能无论是在2大国资中做关键股东，还是高价套现离场，都能进退自如。三方各怀心思，却罕见一致同意再停3个月。可谁都明白，这场暂停不是休战，而是决战前的最后蓄力。2016年6月17日下午，深圳天空飘着小雨，万科总部的会议室里气氛却比阴云更沉。11名董事即将对深铁重组方案进行表决，这不仅关乎一笔456亿元的资产交易，更是一场关于控制权归属的终局预演。而这场对决的伏笔，早在2个月前就已埋下。4月9日，华润主动约见深铁，明确提出希望重新成为万科第一大股东，并请求深铁退出重组，深铁当场拒绝。6月15日，双方再度磋商。此时，深圳市政府已深度介入，多位市领导亲自与华润高层沟通，明确表示，只要华润支持本次重组，待局势稳定后，将协助其恢复第一大股东地位。为打消疑虑，深圳方面甚至出具了书面承诺函。华润高层当时表示接受，然而就在次日，华润内部召开党组会，突然推翻此前立场，不再回应深圳方面的联络。网上开始流传，傅玉宁真正想要的并非是简单重回第一大股东，而是要彻底掌控万科，结束过去名义控股、实际无权的局面，把管理权从王石等管理层手里夺回来，使万科变成真正的央企控股企业。他计划更换管理层，带头造反的王石必须开掉，其他人即便留下，也必须接受央企管理体系。6月17日下午，为讨论资产重组事项，万科董事会正式召开。当时董事会共有11人，大股东华润派驻的非执行董事3人，万科管理层执行董事3人，平安集团外部董事1人，此外还有4名独立董事，其中1人正是由华润提名的张丽萍。
根据万科章程第137条，重大资产重组需经2/3以上董事同意及至少8票赞成。而华润直接或间接可影响的席位有4席，看似稳操胜券。表决开始后，华润3名董事投出反对票，万科管理层3人、平安董事及3位独董华生、海文、罗君美均投出赞成票，唯独独董张立平尚未表态。张立平是黑石集团中国区主席，2010年由华润提名为独立董事。当天他原计划从国外回国参会，但因航班延误，直到会议开始才落地首都机场。他一边办理入境手续，一边用手机接入会议，声音断断续续：“我在黑石工作，目前跟2大股东均有交易，我有利益冲突，所以我弃权。”此时票面结果为7票赞成，3票反对，1票弃权。若按此计算，赞成票仅占11票的63.6%，未达2/3门槛，方案将被否决。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一个人的操作在2分钟内逆转了全局，他就是万科董事会秘书朱旭。41岁的朱旭拥有内地、香港和英国3个硕士学位，是名副其实的美女学霸。当时加入万科仅3个月。张立平话音刚落，他立即追问：“那您这样的话属于利益关联，您就属于回避表决，是这样吗？”电话那头顿了一下，没有错。朱旭再次确认：“回避表决，对吗？”“对。”“您必须给我们书面回避理由并签字。”“我会提供。”依据公司法及万科章程，回避表决的董事不计入有效表决总数。于是总票数由11票变为10票，赞成7票，刚好超过2/3，方案就这样闯关成功了。事后虽有声音质疑此举存在引导之嫌，但在程序上已无回头路。后来深铁入主后，给了朱旭821.5万的年薪，也算是投桃报李。当晚，万科公告重组细节，拟增发28.72亿股，收购深铁旗下前海国际100%股权。交易完成后，深铁持股20.65%，成为第1大股东。宝能持股被稀释至19.27%，华润降至12.21%。华润随即发布声明，重申反对，并向2地监管机构发函，质疑议案审议程序合规性及通过有效性。6月22日，深交所发出问询函，直指2大核心问题：1. 张立平回避表决是否合法？2. 深铁注入的地块是否值那么多钱？万科未在限期内回复。同日晚间，沉默数月的宝能公开开火，指责董事会丧失独立性，称万科已沦为内部人控制企业，管理层霸占董事会，为所欲为。他指责王石通过金鹏及德盈资管控制万科，并痛批王石擅自脱岗，长期游学却领取5000万元薪酬。6月26日，宝能系正式提交12项议案，包括罢免除海文外的全部10名董事及2名监事，并提议由华润置地吴向东出任董事长，姚振华任监事长。6月27日，万科年度股东大会散场，年度董事会和监事会报告被华润与宝能联手否决，这是万科历史上的首次。现场虽有中小股东高举支持王石标语，但网络舆论却掀起另一股浪潮。财经大 V 纷纷发文，王石早已不是创业者，而是寄生在万科身上的贵族。有人翻出他近年行程：清华讲课、哈佛访学、非洲跑步、与明星女友度假，而同期万科股价从24元跌至16元。他关心地球之巅，谁来关心我们的投资？就连一些曾视万科为价值投资典范的基金也开始反思，一个没有股权的职业经理人是否真能代表全体股东利益？当天，王石在朋友圈转发一篇题为《王石谢幕》的报道，并评论道：人生就是一个大舞台，出场了就有谢幕的一天，但还不到时候，着啥子急嘛？可否决结果已然昭示，管理层的信任基础正在崩塌。那一张被转化为回避的票，赢了程序，却输了人心。王石站在悬崖边缘，身后已是万丈深渊。很快，股东大会上，华润与宝能联手否决董事会报告，王石鞠躬致歉的画面传遍网络。随后，一个惊人的阴谋论在坊间迅速蔓延：宝能是华润主动引进来的。这并非空穴来风。
越来越多的诡异细节浮出水面。早在2013年8月，华润就与宝能签署了高达200亿元的前海开发项目合作协议。华润一度还是宝能地产的股东。2015年底，宝能大举举牌万科，资金吃紧时，华润竟允许其暂缓支付前海项目的巨额款项，变相输血。而到了2016年初，宝能系甚至悄悄进入了华润前海公司的董事会。阴谋论的逻辑是这样的：作为华润控股的2大地产平台，万科的业绩远超华润置地，令华润高层倍感压力。自傅育宁接任以来，华润对万科垂涎已久，但王石团队业绩亮眼，华润苦无下手理由。于是，华润主动引入野蛮人宝能，目的就是砸烂现有经理人体制，赶走王石，最终由自己接管万科。会后，独立董事华生率先发难。6月27日，他在财新网发表长文：我为什么不支持大股东意见，直指要害？华润本来是万科的第1大股东，而宝能是不请自来抢权的。本来这2家应当是利益相反、冤家对头。后来的事情让所有人都大跌眼镜，人们不禁要问：华润方面与宝能有这么多接触密谈，是否已经涉嫌形成关联和一致行动人关系？随后接受采访时，他进一步追问：如果第1大股东不仅不支持公司抵御恶意收购，反而与收购方案同款区，那他还算不算合格的股东？万科还是不是一家治理规范的上市公司？面对日渐发酵的舆情，当晚20、30许，深交所紧急出手，在非交易时段罕见发出问询函，同时送达华润与宝能，请说明双方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是否有一致行动协议或默契安排，并提供相关证明材料。函件措辞严厉，要求48小时内回复。第2天，重磅声音再起，前中石化董事长、全国政协常委傅成玉公开表态，万科是中国公司治理的典范。如果连这样的企业都被资本野蛮人和内部勾兑联手摧毁，我们还谈什么现代企业制度？他甚至将这场争端直接称为华宝与万科之争。此言经媒体传播，震动高层。几天后，一封实名举报信彻底将舆论引向高潮。万科最大个人股东、持股近30年的原始股东刘元生，以个人名义向证监会、国资委、保监会等7部委递交紧急报告，直指华润与宝能在增持时间、节奏、信息披露上高度协同，涉嫌构成证券法规定的一致行动人，但却未依法合并披露持股比例，严重误导市场。消息迅速传开，标题被简化为一句惊雷：华润宝能是一伙的。舆论瞬间反转，过去被视为正义的国资代表的华润，一夜之间成了内鬼害人精。面对汹涌舆情，华润急忙切割。6月30日，华润紧急声明称，对宝能提出罢免全部董事的议案持有异议，并强调与宝能不存在一致行动关系。随后，国资委通过不同渠道释放出2条底线：央企不得与地方争利，不得与高杠杆险资勾兑。这2条给华润戴上了紧箍咒。华润若再强硬反对深铁方案，不仅违背地方利益，更可能触碰纪律红线。此后，华润彻底沉默，不再发声明，不再回应问询。据传，傅育宁在内部会议上只说了一句：“按上级精神办。”市场读懂了信号，华润出局了。曾经手握4席、左右战局的第1大股东，如今沦为了旁观者。这场三国杀，场上只剩下王石与姚振华2人，而万科的股票即将在7月4日复牌，最后的决战即将开始。2016年7月4日，万科复牌首日，开盘仅1分钟，股价直奔跌停。导火索是万科工会当天向深圳罗湖法院起诉宝能系，指控其未依法披露一致行动关系，增持行为应属无效。市场瞬间恐慌。此时华润已彻底沉默，战场上只剩王石与姚振华，而姚振华仍显乐观。潮汕商会多位会长主动联络，需要资金尽管开口。他笑着回应：“我有钱，请大家放心。”但他手里的钱全是加了多层杠杆借来的。为收购万科，宝能通过9个资管计划投入近200亿元，初始净值设为1，0.9为预警线，0.8为平仓线。也就是说，
只要股价跌至买入成本的90%，宝能就得追加保证金，跌破80%则触发强制平仓。然而致命的是，这些计划买入的万科股票有12个月锁定期，一旦股价跌破，根本无法卖出股票，宝能必须自掏现金偿还优先级本息。若全面触发平仓，需一次性支付超150亿元，而宝能账上的可用资金早已捉襟见肘。停牌的几个月，王石早就把宝能的家底摸清楚了。现在他的策略清晰，采用各种手段压低股价，打爆宝能。而宝能也别无选择，只能进一步增持，拿下万科控股权，改组董事会，结束战斗，并以万科的信用和项目进行新一轮杠杆融资。一句话，退一步粉身碎骨，进一步荣华富贵。7月5日，宝能斥资15亿元增持至24.9%，试图稳住局面，但股价仍跌停收于19.79元。次日再买进，双方搏杀激烈，股价剧烈波动，宝能略占上风，但也只是勉强拉红0.05%。此时，宝能持股已达25%，触发第5次举牌，按规则必须暂停交易2天。这2天，万科股价继续下跌，7月8日收于18.75元。姚振华没想到王石竟然这么狠，不仅完全不顾中小股东利益，甚至不惜冒着管理层资管一起爆仓的风险，也要置自己于死地。但他显然不会坐以待毙。7月8日晚间，一则匿名信引爆市场，称万科正密谋以130亿元收购黑石在内地的2宗商业物业，黑石将入股6%，助王石保住控制权。这并非空穴来风。此时，万科的管理层资管合计已持股9.14%，加上原始股东刘元生的1.2%，已具备一定话语权。若再引入黑石6%，王石阵营就可以在股东大会上对重大议案形成有效制衡。信中直指这是 B 计划，即便被罢免，王石也能用公司资金维持影响力，拿全体股东的钱买自己的董事会席位。消息一出，媒体震惊，黑石又是黑石。半个月前，独董张丽萍那张回避票还历历在目，如今又爆出深度合作，万科与黑石究竟有何勾兑？更关键的是，若交易构成重大资产重组，股票将强制停牌，这正是宝能急需的喘息窗口。7月9日，万科发言人迅速否认，但仅仅1个周末后，7月12日，万科突然公告，却与黑石就129亿元合作进行磋商，并将出资38.89亿元成立联合基金，强调该交易不构成重大资产重组。舆论一片哗然，3天前否认，今天官宣，真是翻手为云，覆手为雨。同日，弹尽粮绝的宝能将所持全部万科股份质押给银河证券，甚至将南玻 A 股份也一并质押。南玻这家公司，我们后面还会讲到，它将成为这场决战的胜负手。7月19日，万科向证监会、深交所提交举报材料，直指宝能核心平台聚盛华9个资管计划未披露结构，属违规通道业务。同时，万科指控聚盛华未向优先级资金方提示锁定期风险，可能致其本金受损。意思很明白，你借钱炒股，却没告诉金主股票跌了也不能卖。这一招釜底抽薪，不告姚振华，也不碰资金来源，而是直击资管合规软肋。一旦监管认定违规，宝能借来的钱将立即抽身。当日，宝能9个资管计划已是伤痕累累，7个浮亏，5个触发预警，1个已爆仓，可用资金仅剩约13亿元。7月20日，证监会宣布立案调查，宝能紧急发布律师声明，自证合规，但拒不提交文件。7月21日，深交所对双方开出监管函，万科的罪名是向非指定媒体泄露未公开信息，宝能的罪名是经多次督促仍未提交材料。业内戏称想拉监管下场，结果各挨一拳，但王石显然占了上风。7月29日，迫于压力，宝能终于提交资管文件，但关键信息全被涂黑，平仓线、收益率、联系方式一律隐去。王石随即将文件转交媒体。消息曝光当日，股价暴跌4.35%，宝能多个计划再度滑向平仓边缘。8月4日上午，宝能旗下金域1号、泰新1号同时发出追保通知，
共需补交约9亿元保证金。宝能账户枯竭，爆仓在即。就在这性命攸关的时刻，万科 A 成交量突然放大，股价被许多大单稳稳拖住，随后竟奇迹般的止跌回升。一股神秘力量悄然入场。2016年8月4日午后13时，财新网发布独家快讯：恒大集团正在大举买入万科 A 股，目前已持股约2%。消息如惊雷炸响，15分钟内，万科股价直线拉升5.5%，从17元冲上18元，市场嗅到了救兵的气息。但仅仅1天之内，剧情几度反转。8月5日上午9点43分，恒大内部人士斩钉截铁，恒大及许家印个人均未买入万科，纯属谣言。14点15分，公司再度否认收购万科为不实消息。然而，否认未能浇灭热情，散户蜂拥入场，万科一路冲高，15点收盘涨停，报19.67元。更戏剧性的是，收盘仅22分钟后，恒大突然撤回所有否认声明。17点20分，恒大公告落地，本公司已耗资91.1亿元购入万科 A 股5.17亿股，占总股本4.68%。万科作为中国领先的房地产企业，财务稳健，具备长期投资价值。从否认到官宣，不到24小时，许家印的闪电战干净利落。此后，恒大不再遮掩，开始疯狂增持。8月8日，持股达5%，首次举牌。8月15日，持股6.82%，当日万科涨停至25.06元。8月16日再涨停，收于27.57元。连续3个涨停，不仅让万科市值重回巅峰，更让宝能起死回生。据摩根大通测算，此时宝能所持25%的万科股票账面价值已达773亿元，浮盈超335亿元，收益率近70%。姚振华从粉身碎骨的边缘，一夜之间荣华富贵，竟成了最大赢家。但许家印绝非宝能的白衣骑士，他的算盘打得更深。由于万科的砸盘，万科股价明显低估，此时悄悄入场低价吸筹，然后再高调公布拉升股价。从市场层面上来说，这几乎稳赚不赔，短期就会有大量的浮盈。尽管这招被王石看破，早早爆了出来，拉高了恒大的持股成本，可即便如此，恒大仍能在短期获得可观账面收益。皮带哥的算盘远不止于此，当时恒大负债率高达92%，土储集中在3、4线城市，急需一线核心资产对冲风险。而万科深耕北上广深，手握大量拆迁旧改和地铁项目资源，通过股权纽带，恒大也能间接的分一杯羹。更关键的是掌握政治筹码，当时宝能与王石相斗正酣，深圳市政府力挺深铁入主，华润已退场，宝能孤立无援。恒大手握关键筹码，进退自如。未来如果宝能占了上风，恒大体量远远大于宝能，未来可以再次增持，吃掉宝能，最终控股万科。如果深铁志在必得，那么未来将股份转让给深铁，作为向深圳市的投名状，也能换来一场富贵。这套一鱼三吃的阳谋，进可攻，退可守，堪称资本教科书。到11月29日，恒大持股已达14.07%，逼近华润，即将跃居第2大股东。此时，万科股权格局高度固化，宝能系25.04%，华润15.24%，恒大14.07%，安邦6.18%，万科管理层7.12%，市面流通股几近枯竭，各方弹药耗尽，生死战一触即发。然而，就在这生死关头，宝能却抄起刀，照着自己的大腿狠狠砍了2刀。可能是起死回生后的感觉太妙，2016年11月14日，姚振华把镰刀挥向了另一家老牌上市公司南玻 A。这家1992年上市、股权极度分散的企业，早已被宝能悄然控股。当日，宝能系董事趁创始人曾南病中，突袭召开临时董事会，强行推举己方人员代行董事长职权。次日，曾南、CEO 吴国斌等7名高管、2名独董、3名监事集体辞职，30年创业团队一夜谢幕。血洗南玻 A 仅3天后，姚振华再次出手。11月17日至28日，
前海人寿狂买格力电器，持股从0.99%猛增至4.13%，逼近举牌线。11月30日，董明珠怒斥：如果成为中国制造的破坏者，你们是罪人。野蛮人半个月内连敲2家标杆企业，彻底激怒了监管层。12月3日，证监会主席刘士余罕见痛批，有些人用来路不当的钱搞杠杆收购是土豪、妖精、害人精。保监会迅速跟进，12月5日暂停前海人寿万能险新业务，6日检查组入驻前海人寿、恒大人寿，13日定调保险业姓保，保监会姓监。高压之下，资本纷纷退场。恒大转身最快，马上声明表示深刻反省。12月17日，恒大总裁夏海军公开表态，无意成为万科控股股东，承诺择机退出。12月18日，万科发布公告，之前万科与深铁的重组预案失败，然而真正的重组却以另一种方式开启了。2017年一开年，重组大幕正式拉开。1月12日，华润以22元每股，总价371.7亿元，将15.31%的万科股份协议转让深铁。5个月后，恒大以18.8元每股，总价292亿元，将14.07%的股份折价转让深铁，这笔交易亏损70.7亿元。但许家印毫不在意，他的投名状已然上缴。随后，深圳市政府将恒大优先列入香蜜湖、南山、龙岗等核心旧城的改造名单。2017至2020年，恒大在深圳锁定旧改项目超4000亿元，毛利率远高于普通项目。这笔亏损换回了真金白银的未来。至此，深铁持股达29.38%，稳居第一大股东。万科变天了。2017年6月，新一届董事会出炉，深铁提名3席，管理层3席，深圳国资1席，独立董事4席。宝能虽持25.4%股份，却一个席位也没有得到。重组完成，秩序重建，王石没有笑到最后，他却有通天彻地之能，但其种种跋扈之举，股东们早已看在眼里。最终，他被安排为荣誉董事长，体面退场，拿钱退休。毕竟，在深铁的时代，不再需要一个呼风唤雨的神。郁亮接掌帅印，职业经理人团队未动，一切看似未变，却又彻底不同了。这场博弈，实则宣告了职业经理人时代的终结。万科曾是这套制度的样板，管理层不持股，却凭专业与声望掌控整个企业。然而，当门口的野蛮人携几10倍的杠杆闯入，人们发现，没有股权的职业经理人，再专业、再有操守，也不过是高级雇员而已。没有强大的股权基石，职业经理人无法保证企业的稳定。况且，一个人不出钱、不承担风险，却掌控着企业的命运，这本身就是滋生腐败的温床。此后数年，资本为王成为底层规则。阿里、京东、碧桂园等纷纷回归创始人或大股东直管，格力电器 MBO。王石的时代，连同他所代表的制度理想国一起落幕了。姚振华同样未能笑到最后，他被保监会撤销任职资格，进入保险业10年，资金链被斩断，盘面被锁定，再无翻盘之力。2017年后，宝能开始缓慢减仓，截至2025年，仍持有5.38%股份，深陷万科新一轮下跌泥潭。而他用杠杆编织的帝国早已轰然崩塌。曾经高调宣称10年造车200万辆的宝能汽车，如今多地工厂荒草丛生，项目烂尾，地产板块债务违约，员工欠薪长达2年。他夺权的那些企业更是纠纷不断，一地鸡毛。2023年7月，姚振华复收购的中炬高新工厂调研，竟被自家保安拦在门外。几天后，又被讨薪员工围堵于宝能汽车基地，眼镜被打落，脸上带血，昔日强悍的野蛮人沦为了众叛亲离的困兽。华润也不是赢家，他本可借万科巩固地产龙头地位，却在关键时刻误判形势，既未支持管理层，又未果断接盘，最终在干预下仓促退出，错失战略资产。近年来，房地产行业整体下行，万科也陷入了债务危机，这样看起来，华润似乎又赢了。但这一切并非源于远见，而只是早一步离场的幸运而已。
反而是刘元生真正掌握了自己的命运。他是万科的原始股东，1988年以360万买入万科原始股后，从未减持，期间军万之争、保万之争，他一直坚定地支持王石。如今王石退场了，2018年，刘元生开始减持离场，他为他所信任的企业家和制度投下了支持票，万科也给了他丰厚的回报。据报道，刘元生投资万科翻了749倍，净赚27亿。而当年笑看风云的深铁，赢得了中国最优质的开发团队与资源，如今却被拖入100亿级的债务泥潭。他压制了宝能，降服了恒大，却没能控制住被默许的水下制度，反而任其继续膨胀，最后终于遭其反噬。时代大潮潮起潮落，央企国企也不过是一叶小舟罢了。持续近2年的保万之争，终以创始人隐退、野蛮人溃败、国资接管落幕。那场关于谁的万科的争论，最终由一只有形的大手写下答案，而答案本身早已超越一家公司，成为了一个时代的注脚。